Hello， 大家好，我是 Jeff。截至2023年8月呢，生成式 AI 的发展似乎受到了 GPU 供应的影响，而遇到了一些瓶颈。当前呢，生成式 AI 的爆发呢，依旧是没有放缓的，对算力呢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呢，最近 GPU 供应不足的问题呢，就也反映到了生成式 AI 的发展上面。在这篇名为 NVIDIA H100 GPU Supplies and Demand 的文章中呢，深度剖析了当前科技公司们对 GPU 的使用情况和需求。作者提到了一些初创公司都在使用的 NVIDIA 昂贵且性能极高的 H100 来训练模型。Elon Musk 表示呢，目前获取 GPU 呢，可能比获取毒品还要困难多了。OpenAI 的执行长 Sam Altman 也表示呢 ，OpenAI 受限于 GPU 资源，这延迟了他们的短期计划。那这篇文章中也有提到，对于那些寻求购买数百或数千个 H100 显示卡的公司来说呢 ，Azure 和 GCP 就是 Google Cloud Platform 的库存已经几乎用完了。而 AWS 就是 Amazon Web Services 的库存也接近枯竭，这种库存耗尽的情况呢，是基于 NVIDIA 所提供的分配数量。因此呢，由于供应有限需要这些显示卡进行运营的公司呢，可能在获取所需的显示卡数量方面就遇到困难了。Elon Musk 有说现在似乎每个人和他们的狗都在购买 GPU。文中有提到GPT-4 可能是在大约1万个至25000个 A100 显示卡上进行训练的。像 Meta 这样的公司呢，拥有约21000个 A100 显示卡。Tesla 呢拥有大约7000个 A100 显示卡 ，Stability AI 拥有约5000个 A100 显示卡。Inflection 公司呢为其相当于 GPT 3.5 的模型呢使用了3500 H100 显示卡。那根据 Elon Musk 的说法呢 ，GPT-5 可能需要3万至5万个 H100 显示卡。那 GCP 大约有25000个 H100 显示卡 ，Azure 可能拥有1万至4万个 H100 显示卡。Oracle 的情况呢，应该也蛮类似的。CoreWeave 的 H100 显示卡的数量呢，大约在35000到4万之间。那么未来这些公司可能会需要多少 H100 显示卡呢？文中有提到 OpenAI 呢可能需要5万个 ，Inflection 呢他们想要22000个 ，Meta 可能需要25000个，但他们可能想要10万个或者更多啦。那大型云端服务供应商呢，可能每家都需要3万个，包括 Azure、Google Cloud、AWS 和 Oracle。那像 Lambda 和其他私有云端呢，可能总共需要10万个。这些数字呢只是估算，有些是将云端服务供应商和最终租用云端服务的最终客户都计算在内的。但总计大约是43万个 H100 显示卡，以每张约3.5万美元的价格计算呢，大概值150亿美元的显示卡。那这还不包括 ByteDance， 就是 TikTok 的母公司，百度和腾讯这些中国公司，他们也会需要大量的 H800 显示卡。那还有一些金融公司也在部署他们的项目，从数百个 A100 或 H100 开始，逐步扩展到数千个，像是 Jane Street、JP Morgan、Two Sigma， 还有 Citadel 等等。那大部分高端 GPU 主要用于什么用途呢？对于私有云端如 Lambda 这些公司呢，以及那些拥有数百或数千个 H100 的公司，几乎全部都用于大型语言模型 ，ChatGPT 就算是其中一种。其中一部分呢是对现有模型进行微调，但主要是一些新创公司，他们正在从头开始建立他们新的模型。对于使用少数 GPU 进行计算的其他公司呢，可能仍然有超过50%的使用涉及语言模型相关。现在呢，私有云端正开始接受来自企业的需求。那这些企业呢，通常会选择他们预设的大型云端服务供应商，但目前所有的供应商的供应都是处于短缺的状态。那在聊接下来的内容之前呢，想先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什么是训练和推论。在深度学习中训练也就是搜索和求解模型的最优参数的阶段。推论呢，就是当模型参数已经求解出来了，使用和部署模型呢，则称为推论阶段。举例来说，用授课活动来类比的话，应该比较像是你的 input data 是教材 ，training 就是你在念书的过程，推论就像是在考试，就是你应用出来嘛。这个 model 呢，你 training 出来的模型就是你的大脑。这些公司在进行大型语言模型的训练和推论时呢，他们的需求如下：在进行训练时呢，他们通常倾向于选择 H100 显示卡。因为 H100 显示卡它有高效的计算能力、低缓存延迟以及其他特点，在训练大型模型的时候呢，表现就会比较出色。对于推论阶段呢，其实更注重的是性价比。公司通常更关心在单位成本内获得的最佳效能，这可能涉及选择性价比较高的硬体配置，以实现高效的模型推论。对于大型语言模型训练来说呢，以下的因素很重要。
第一个是 memory bandwidth， 就是所谓的记忆体频宽。高效的记忆体频宽可以确保数据在 GPU 和记忆体之间的快速传输，从而提高这个训练效率。再来就是 FLOPS， 就是每秒浮点运算次数，特别是张量核心或是等效的矩阵乘法单元呢，能够加速模型的计算过程，提高训练速度。那第三点是 caches and cache latencies， 就是所谓的快取和快取延迟。有效的快取设计呢，可以减少数据的读取延迟，提高训练效能。还有一些额外功能，像是 FP8 的计算，支持特定的浮点运算格式呢，像是 FP8 可以在保持准确度的同时呢，提高运算的速度。再来还有计算性能，这与CUDA的核心数量相关。拥有更多CUDA核心的 GPU 呢，通常能够处理更多的计算任务，加快训练过程。最后一点呢，就是所谓的 interconnection speed 互联速度，例如这个 InfiniBand 快速的互联技术呢，可以确保集群中不同 GPU 之间的高速数据传输，这有助于分布式训练的效率提升。那这里先提一下，这个 A100 是 H100 的前一代产品。H100 相对于 A100 的优势呢，是因为它有比较低的快取延迟和 FP8 计算等特点。那主要使用 H100 的原因呢，是因为 H100 对于大型语言模型的推论和训练速度都是最快的。对于推论来说呢 ，H100 通常也具有最佳的价格性能比，就是所谓的每美元的效能比较高啦。那 H100 比 A100 快多少呢？在16位的推论速度呢 ，H100 大约提高了3.5倍的速度，16位训练速度呢提高了约2.3倍。目前大多数公司购买 H100， 并将其用于训练和推论，而 A100 呢主要就只有用在推论而已。那这时候你一定会想啊 ，NVIDIA 的 GPU 买不到，那我买 AMD 的不就好了吗？不是也可以吗？没错，那当然是可以的。但是什么阻止这些大型语言模型的公司使用 AMD 的 GPU 呢？当然理论上一家公司可以购买一大堆的 AMD GPU 嘛，但是你要让一切正常运转是需要时间的开发时间，就算你跟你的对手只差了2个月，但这可能就意味着你比竞争对手要更晚进入市场嘛。所以呢，CUDA现在是 NVIDIA 的护城河。那么这些 GPU 要花多少钱呢？一台配备8个 H100 显示卡的 DGX H100 SXM 版本，售价呢为46万美元，这已经包含所需的所有支援服务。其中呢，46万美元中呢，有10万美元是必须的支援服务费用。那详细规格就是看这个表格。新创公司可以享受 Inception 优惠，可以节省大概5万美元，并且可以适用于最多8台的 DGX H100 系统。总计可以达64个 H100 显示卡，那一次搭载8个 H100 显示卡的 HGX H100 呢，是这个 PCLE 版本的价格大约为30万美元，当然具体价格也是取决于规格啦。PCLE 版本的 H100 显示卡呢，在市场上的价格大约为3万至3.2万美元。生产 GPU 究竟遇到了什么瓶颈呢？你一定也想说，那 NVIDIA 就加紧生产他们的 GPU 不就好吗？就可以解决这个供需问题了吗？没错。NVIDIA 现在正在开足马力生产他们的 GPU， 但是呢，有 NVIDIA 内部高管宣称呢 ，GPU 的产能最主要受到的是供应链的限制。晶片本身可能产能是充足的，但是其他的组件的产能不足呢，就会严重限制 GPU 的总产能。首先来聊聊 GPU 的晶片产能情况。NVIDIA 只与台积电合作生产 H100， 那 NVIDIA 所有的5奈米 GPU 都只跟台积电合作。台积电有4个生产节点为5奈米的晶片提供产能，而 NVIDIA 呢需要和苹果、高通和 AMD 呢共享这些节点的产能，而台积电这个晶圆厂需要提前12个月就对各个客户的产能搭配做出规划。所以如果 NVIDIA 和台积电之前低估了市场对 H100 的需求，那么现在的产能就会受到限制。而有爆料者称呢 ，H100 从生产到出厂大约需要半年的时间。而对于 H100 上的另外一种重要组件呢，就是所谓的记忆体啦，也可能存在产能不足的问题。GPU 呢是以一种特殊方式集成的 HBM， 就是 High Bandwidth Memory， 来保障 GPU 性能。由于这个 HBM 很难生产，供应也非常有限 ，GPU 的生产和设计都必须按照它的节奏来。那这个 HBM3 NVIDIA 几乎都是采用 SK Hynix 的产品。当然 NVIDIA 呢希望 SK Hynix 他们能提高产能嘛，他们当然也在这么做。但是三星和美光的产能都非常有限，而且制造 GPU 呢还会用到包含稀土元素在内的许多材料和工艺，这也会成为限制 GPU 产能的可能因素啦。所以我想 GPU 的供应问题现在应该算是一个恶性循环，稀缺性呢导致 GPU 的拥有量被视为护城河，所以就导致更多的 GPU 被囤积起来了。那被囤积起来之后呢，就更加剧了这个 GPU 的稀缺性了。
再来想跟大家聊聊，就是一般的新创公司要怎么获得 H100的算力呢？那 H100 GPU 所提供的算力呢，其实最终要通过各个云端计算供应商整合到所有的产业链去。所以呢 ，H100 的短缺呢，当然一方面是 GPU 生产不足造成的，另外一个方面呢是算力云端供应商它怎么去有效的从 NVIDIA 获得 H100， 并且通过提供云端算力最终触及需要的客户。算力云端供应商呢，他们当然就是像 OEM 采购 H100 晶片嘛，再搭建算力云端服务，然后再出售给各个 AI 企业。使得最终的用户可以获得 H100 的算力，而这个过程中呢，同样存在各种因素，所以就造成了目前 H100 算力的短缺。像是 CoreWeave 和 Lambda 这样的 GPU 云端供应商呢，他们就是从 OEM 的厂家处购买，然后租给新创公司使用。其他的超大规模的企业啊，像是微软的 Azure、Google 有 GCP、Amazon 有 AWS。还有这个 Oracle 呢，他们会直接跟 NVIDIA 合作，也会向 OEM 购买。那这其实就跟游戏玩家买显示卡渠道差不多。就算你是想要购买 DGX， 用户也需要透过 OEM 购买，不能直接向 NVIDIA 下订单。所以新创公司如果要获得 H100 的算力呢，最终并不是自己买 H100 插到这个自己的 GPU 集群中去，他们通常会像 Oracle 啊这类的大型云端租用算力，或是像 Lambda 和 CoreWeave 等私有云端服务租用算力。如果想要自己构建这个 data center，就所谓的数据中心，就要考虑的是构建数据中心的时间啊，还有是否有硬体方面的人员和经验，以及资本支出是否能够承担。那通常这都是一个很大的成本啊。所以目前来说，租用和托管伺服器呢，对于新创公司现在才是更容易的选项。那这篇文章的作者呢，也提供了一些他的猜测。微软的 Azure 的 H100大部分都是专供给 OpenAI 的。那他认为呢 ，Google 获得 H100比较困难，因为 NVIDIA 似乎倾向于为那些没有计划开发和它竞争机器学习晶片的云端呢，提供更多的 H100配额。那当然这些都是猜测啦，也不知道是不是事实。不过这就是文章中作者提到的。那除了微软之外的3大云端公司呢，都有在开发机器学习晶片。来自 AWS 和 Google 的 NVIDIA 替代产品其实已经上市了，也占据了一部分的市场份额。所以以 NVIDIA 来说，他们 prefer 提供给 Oracle 和 Azure 大于提供给 GCP 和 AWS。当然，这只是作者的猜测啦。NVIDIA 会为每个客户提供 H100的配额。NVIDIA 关心的是最终客户是谁。所以如果Azure 跟 NVIDIA 说，嘿，我们希望获得1万个 H100，那这个算力全部都要给 Inflection 使用哦。跟他如果跟 NVIDIA 说，嘿，我们希望获得1万个 H100，这个是用于 Azure 的云端服务。他没有特别说是要给哪个公司使用，那可能他们就会获得不同的配额。所以如果 NVIDIA 对最终端就是 Terminal 端的客户感兴趣的话呢，云端计算平台可能就会获得更多的 H100。那 NVIDIA 策略就是希望能尽可能了解到最终的客户是谁，他们更喜欢拥有好品牌的客户啊，或者是拥有强大血统的一些新创公司。我想结论就是，现在对于 GPU 的需求，有些地方看起来有点像泡沫，有些地方不太像。像比如说 OpenAI， 他们现在有 ChatGPT 这样非常适合市场需求的产品，但他们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 GPU 资源。那有些公司呢，他们正在购买或者是保留 GPU 的容量，以便他们未来可以使用，或者用于训练一些很可能不一定会适应市场需求的大型语言模型。那这个部分就全看大家怎么看啦。但不论你用什么观点去看呢，这都不影响 NVIDIA 目前在 GPU 市场的霸主地位。那 AI 和大型语言模型呢，未来会怎么发展，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不要忘记帮我按赞、订阅、分享，也可以透过超级感谢小额赞助我，继续创作更多影片哦。那我是 Jeff，我们下次再见啦 ，See you。